vehicle, it uses what we call the microsonic energy device. The microsonic energy device, it is the device that I personally invented in 2009. 设想一下，一辆无需任何燃料补充，亦无需充电即可永不止歇地行驶的汽车，这听起来或许如同天方夜谭，超乎想象，但它并非虚构。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一突破并非源自全球知名的特斯拉或丰田等汽车巨头，而是诞生于非洲大陆。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低调发明家似乎已经成功揭示了某项核心技术原理，从而打造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能源汽车。这款车完全摆脱了对外部电线或传统燃料的依赖，仅凭借其自身的运动即可实现持续运转。最令人振奋的是，这辆汽车已超越了概念原型阶段，其批量生产计划已明确提上日程。这一消息无疑在传统汽车行业内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巨大的恐慌与不安。请各位拭目以待，未来的发展必将远超我们目前的想象，带来更多颠覆性的惊喜。非洲大陆的汽车蜕变，当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仍在为芯片供应短缺而焦头烂额，或沉浸在特斯拉新车型发布的喧嚣之中时，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正悄然在非洲大陆上演。短短10年光景，非洲的汽车产业已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转型。它不再仅仅是旧车的倾销之地，而一跃成为一个能够自主研发、制造并向全球出口汽车的新兴力量。然而，这场变革的驱动力并非追逐华而不实的概念车，也并非盲目跟风电动汽车的热潮。非洲本土生产的车辆，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用与生存。它们是一批批坚固耐用的机器，专为应对真实的、严苛的环境而打造，而非仅仅为了在硅谷的现代化道路上穿梭。Traffic gets awful along Bay Area highways. It is easy to think Los Angeles has it much worse than we do. 摩洛哥正以汽车产业弄潮儿的姿态引发全球关注。回顾2024年，仅依靠丹吉尔和凯尼特拉两地的工厂，该国便实现了超过61万辆汽车的产量。这一数据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中高达90%的车辆直接出口至欧洲市场。这一出口规模不仅让摩洛哥稳坐非洲汽车制造的头把交椅，更使其成为仅次于中国的欧盟第2大汽车供应国。目前，摩洛哥的汽车年产能已突破100万大关，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1700辆新车驶下生产线，其生产效率已将欧洲许多老牌工厂甩在身后。This is what makes Morocco attractive, and this is what made the Morocco platform grow that fastly.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南非这个国家凭实力捍卫着工程界的金字招牌，几十年的制造经验让这里成为了宝马、福特和丰田等国际大厂的聚集地。这一繁荣景象的背后是巨大的人才需求，工厂内有超10万名员工辛勤劳作，而与之配套的物流、配件及销售网络则支撑起了另外30多万人的生计。南非制造的车辆约60%用于出口，他们之所以广受欢迎，归功于那令人惊叹的皮实程度。无论是皮卡还是 SUV， 生来就是为了挑战严苛环境和崎岖路况，防尘电子元件和加强版悬挂系统在这里都是标配，品质由此可见一斑。 That obviously will impact their decision because they are now, instead of running 2 lines as they used to do traditionally.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非洲汽车制造业中这匹正在狂奔的黑马。在尼日利亚的尼维镇 Novis， 本土汽车制造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以当地龙头企业原称无辜汽车即 Innocent 为例，其发展速度令人瞩目，年产量已从2020年的1万辆稳步攀升至如今的1.5万辆。到了2024年底，该品牌更是迎来了里程碑时刻，推出了尼日利亚首款本土制造的电动皮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品绝非对海外成熟车型的简单复刻。考虑到尼日利亚当地崎岖复杂的路况，制造商在设计上进行了深度本土化改良，采用加厚的车身板材以及强化的焊接工艺，确保车辆足够坚固耐用。与此同时，加纳的汽车工业也在齐头并进。坎坦克汽车公司 Kantanka 同样表现不俗，其皮卡和 SUV 的年产量已达到7000辆，且几乎全部被国内市场消化。在技术探索上，他们甚至比传统车企更为激进，不仅局限于燃油动力，坎坦克已着手测试太阳能驱动系统，旨在为用户提供更低成本的出行方案。 Some of the alternatives are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which include all fuel types and energy carriers. 在非洲广袤的土地上，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生存的伙伴。特别是对于那些每天需要在路上奔波的车辆，比如出租车队而言，耐用性胜过一切。以肯尼亚为例，这个国家的汽车工业发展史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总部位于内罗毕的莫比乌斯汽车公司 Mobius Motors 就是最好的缩影。虽然因资金链断裂，该公司曾在2024年被迫短暂关闭工厂，但随着新一轮投资的注入，他们已顽强重生。其备受期待的最新车型莫比乌斯3预计将于2025年7月全面投产。
这款硬派 SUV 拥有高达60%的本土零部件化率，搭载 1.6 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并采用非承载式梯形车架。它的诞生只有一个目的：征服农田小路与乡村的崎岖地形，构建本土供应链，从组装到制造。比单一车型更令人振奋的是，非洲正在构建一套完整的汽车工业供应链。过去，非洲汽车制造业主要依赖原材料进口，而如今这一局面正在改变。在肯尼亚，Devki 集团运营的沿海大型钢铁厂年产量已达50万吨，这一举措直接将车架的制造成本降低了近20%。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一家投资10亿欧元的工厂正如火如荼地运转，预计年产700万条轮胎。这些轮胎将源源不断地运往摩洛哥和尼日利亚的工厂。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卡诺州的皮格利制厂正在为加纳和南非生产的汽车提供仪表盘皮革。这种非洲制造、非洲使用的本地化采购模式，不仅将资金和就业机会留在了这片大陆，更极大降低了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为严苛环境而生，拒绝花哨，拥抱可靠。谈及这些非洲特供汽车的独特性，核心在于其对严苛环境的极致适应。在这里，离地间隙低于200毫米的车型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车辆采用了超规格的悬架部件，散热器配备了防蚀护罩，所有电子元件都经过严密封装，防尘标准远超特斯拉那种精致却脆弱的设计。非洲制造商深知车主可能随时需要穿越泥泞、沙尘暴甚至洪水，因此他们用钢制管道包裹线路，用传统的物理按钮取代炫酷的触控屏。在这里，车辆必须无条件可靠。以 G6 皮卡为例，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多面手。清晨运送木薯进城，午后接送孩子，夜间涉水穿过被淹没的村道。它追求的是全程零故障，以及不需要笔记本电脑就能完成的简易维修。能源困局下的独特电动化路径，虽然电动车浪潮席卷全球，但在非洲电力短缺仍是巨大阻碍。超过6亿人口无法获得稳定电力，电压波动和停电是家常便饭。更严峻的是，非洲的充电桩人均覆盖率全球最低，每万人拥有的充电桩不足一座。这意味着像特斯拉这样依赖充电网络的长续航电动车，在非洲城市之外几乎寸步难行。因此，非洲的电动化走出了独特的自主充电路线。这里推崇的是采用再生制动技术的混合动力车，配备车顶太阳能板或简易发电机系统的车辆。这些配置看似不够科幻，却极其务实。它们能在怠速时为电池充电，甚至在电网断电时变身为移动电源，维持照明和小型电子设备的运转。务实方案赢得市场，全球巨头纷纷入局。这种务实高效的造车哲学正在赢得真实用户的青睐。加纳北部的农业团体反馈，将进口二手车换成本土制造的康坦卡皮卡后，维护成本降低了30%。肯尼亚的狩猎运营商钟爱 Mobile Street Eye， 因为它密封良好的驾驶舱能防止灰尘侵入关键系统，避免了昂贵的故障维修。在尼日利亚，电信技术人员正利用电动皮卡的20千瓦时电池，直接为检修工具和笔记本电脑供电。非洲汽车市场的潜力也吸引了全球巨头的目光。大众汽车位于基加利的工厂已开始从内罗毕采购塑料仪表盘部件，拥有吉普、标致和雪铁龙的斯泰兰蒂斯集团 Stellantis 正在摩洛哥内陆筹建新的 SUV 生产线，意图进军西非市场。归根结底，非洲汽车工业的核心要义并非追逐奢华潮流，也非试图在技术参数上超越特斯拉，而是为真实的人群解决切实的交通难题。非洲正以坚固耐用的本土制造车辆奠定工业基础，而中国也正迅速加入这场充满机遇的竞赛之中，在这片热土上开始先行的布局。就在西方国家还处于观望与犹豫之际，中国已然率先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当美国企业界还在为了自动充电汽车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营销噱头而争论不休时，中国投资者早已达成共识，深入非洲大陆，通过建立工厂和缔结合作伙伴关系展开了布局。中方投资者的商业逻辑十分纯粹且务实，即便当前技术尚未达到尽善尽美，但非洲大陆蕴藏的巨大机遇绝不容错失。他们认为，如果这些理念与产品能够经受住非洲崎岖道路与不稳定电网环境的严苛考验，那么其可行性将毋庸置疑。如今，这种紧密的中国联结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落地生根。当地初创企业 Basigo 公司正积极将电动巴士引入城市交通系统，目前已有17辆电动巴士正式投入运营，而这背后的制造力量正是源自中国行业巨头比亚迪的鼎力协助。 And it looks really nice. Look at that. KDL, it's brand new, this one. 中国汽车产业正以多元化的合作模式深入非洲各地，推动当地交通运输业的转型与升级。东非地区的深度技术合作
在肯尼亚，得益于深圳零部件企业的供应链支持，当地工程师正在加紧研发更具成本优势的动力模块，以期大幅降低本土制造门槛。与此同时，在乌干达，中国恒天集团 JTC 与该国政府支持的基拉汽车 Kira Motors 建立了紧密联系，双方正致力于改进太阳能混合动力巴士。这一合作并非单纯的资本输出或控制，而是基于共同发展的理念，旨在通过提升公共交通的能源自主性，减少当地对柴油及国家电网的过度依赖。埃塞俄比亚的电动化跨越。随着埃塞俄比亚于今年5月出台禁止销售汽柴油新车的政策，广州广汽集团迅速抓住机遇，打开了这一新兴市场的大门。针对当地需求，广汽推出了2款定制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并派遣广东技术团队前往当地协助筹备本土化生产线。由于没有旧式燃油车工厂转型的历史包袱，埃塞俄比亚正寻求在中方支持下直接跨越至电动汽车时代。西非市场的实用主义方案，这股新能源浪潮也蔓延至西非。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去年通过拉各斯的合作伙伴与吉利汽车签署了独家协议。目前，吉利已在当地推出了紧凑型电动车，并计划视销量增长情况启动本土组装。针对尼日利亚交通拥堵且电力供应不稳定的现状，相关车型配备了车顶太阳能板或发电机充电功能。这种设计既降低了使用成本，又减少了对充电桩的依赖，相比特斯拉等品牌，显然更符合当地城市的实际需求。南非市场的激进扩张，在准入标准更为严苛的南非市场，中国车企同样表现活跃。比亚迪已正式宣布其扩张计划，目标是在明年年底前将其在南非的经销商网络规模扩大3倍，并计划向市场投放6款纯电动汽车及2款混合动力车型，以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BYD's growth efforts come at a time of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in Africa's largest automotive market. 近日，金建巴士服务公司 Golden Arrow Bus Services 宣布订购120辆比亚迪 B12 电动巴士，这不仅是一笔商业订单，更创下了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电动车队交易记录。这一标志性事件不禁让人深思，为何中国车企能够如此神速地攻城略地，而其他国家的竞争者却步履维艰？答案的核心在于大规模生产的绝对优势，与西方车企倾向于等待技术完美或行业标准完全统一不同。中国制造业选择了先发制人，当外界还在犹豫时，中国的工厂早已火力全开，批量生产出成千上万辆配备太阳能板、再生制动系统以及重型发电机的微型巴士和皮卡。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车辆或许并非完全的自充电车型，但这种务实的设计足以让车辆在电力供应不稳定的地区实现能源自给自足。这一点对于非洲广大地区而言，其实用价值无可替代。这种迅猛的发展态势，对于行业巨头特斯拉来说，正演变成一场严峻的挑战。中国本就是特斯拉全球第2大市场，而如今比亚迪、吉利和广汽等中国车企正展示出强大的能力。由于他们能够为非洲制造出坚固耐用且成本低廉的汽车，这套模式一旦成熟并向其他发展中地区复制，特斯拉在亚洲及全球新兴市场的霸主地位恐将遭受重创。中国车企展现出了更强的冒险精神，他们的策略是迅速占领市场，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只要其中一款车型取得成功，就足以在东南亚等地掀起风暴。甚至在特斯拉还在推敲供应协议细节时，中国品牌就已抢先完成了市场布局。但这不仅仅是商业层面的博弈，更是一种长远的战略布局。在合作模式上，中国并不执着于对专利权的绝对控制或索要高额股权，而是将协议定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这种灵活姿态正赢得非洲各国的广泛好评。长期以来，非洲政府对西方国家严苛的条款和知识产权壁垒已感疲惫，相比之下，中国务实、灵活的合作方式更具吸引力。在去年的峰会上，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公开盛赞中国的支持具有互利共赢的性质，并特别肯定了比亚迪在帮助该国应对轮流停电危机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无疑证明中国车企的非洲攻略正在政治与商业双重层面取得显著成效。Chinese electric vehicle giant BYD plans to nearly triple its dealership network in South Africa by next year. 虽然自充电技术的全面普及仍需经历漫长的探索，但中国已然抢得先手，占据了战略高地。随着中国在非洲大陆成功锁定一系列关键合作协议，这一举措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强烈冲击着国际汽车巨头，并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现有格局。
曾经，西方老牌车企对未来充满了确定性，他们投入数百亿美元构建电池供应链与充电网络，坚信这是唯一的通途。然而，一项源自非洲的自充电技术突破，如同一记惊雷，瞬间击碎了原本稳固的行业格局。这种无需依赖插头或固定充电站即可持续供电的技术，让整个汽车工业措手不及。从底特律的通用福特总部到沃尔夫斯堡的大众大本营，紧急战略会议接连召开。高管们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汽车能够实现边跑边充，那么过去数年耗费巨资建设的基础设施是否将沦为废铁？各大巨头已开始调整航向。不久前还信誓旦旦承诺下个10年全系电动化的大众汽车，如今已不得不暂缓其可扩展系统平台 SP 的研发，转而在这个过渡期探索增程混合动力技术，以求稳妥。与此同时，一向对纯电动路线持保留意见的丰田动作频频，除了开始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及其他创新企业合作研发轻量化传动系统外，丰田还在即将发布的 BZ 车型上测试太阳能充电技术。在大洋彼岸，福特与通用汽车也在悄然资助相关项目，试图通过强化再生制动技术和研发薄型太阳能涂层来回收能量，希冀以此突破传统纯电车型的续航桎梏。这种技术风向的转变对特斯拉而言尤为讽刺。马斯克耗费10余年心血，砸下数十亿美元建立的超级充电护城河，在自充电技术成为主流的潜在未来面前，曾经的核心优势恐怕反而会变成阻碍其转型的沉重包袱。 Supercharger network to non-Tesla electric vehicles. Tesla, along with the White House, making that announcement earlier this week. 那些当初选择不被单一专有充电技术所束缚的汽车制造商，如今正展现出更胜一筹的灵活性，而这一优势也逐渐被锐的消费者所捕捉。根据壳牌近期针对 1.5 万名驾驶员的调研数据显示，市场观望情绪依然浓厚，超过 40% 的欧洲受访者以及约1/3的美国受访者目前仍对购买电动汽车心存疑虑。然而，一旦自主充电技术能够成熟落地且运行可靠，这批摇摆不定的消费群体极有可能迅速涌入市场，转而拥抱更具实用价值的新一代车型。届时，那些未受充电技术壁垒限制的车企将处于蓄势待发的有利位置。就在企业高管们还在规划未来战略布局之时，非洲大陆的生产线却已率先全速运转。以南非为例，当地汽车制造业已直接吸纳了超过11万名从业人员，并且随着搭载新型自主充电技术车型的陆续投产，这一就业规模正在经历爆发式的增长。South Africa is experiencing a multi-billion rand automotive investment boost. 在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市场对焊工、电工以及软件技术人员的需求正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这一趋势在南非开普敦得到了更具象的体现。金建巴士公司 Golden Arrow 近期向比亚迪签下了一笔120辆电动巴士的订单。这笔交易不仅意味着产品的交付，更在未来数年内为当地确立了稳定的生产计划与劳动力发展路径，与弗里蒙特或上海那些高度依赖自动化的超级工厂截然不同。许多非洲的汽车制造厂依然坚持以实践操作为核心。在这里，工人们并非被固定在单一的点位上机械的拧紧螺栓，而是通过岗位轮换制度全面学习安装太阳能板，铺设复杂的布线系统以及校准传动系统。这种模式让工人们得以深入掌握核心技术，他们为自己的工艺感到自豪，并积极追踪产品性能，为未来车型的改良提供宝贵的反馈。这种模式也改变了工会与资方的关系。曾经对自动化心存芥蒂的工会，如今已成为这场创新浪潮的坚定支持者。在津巴布韦，汽车及相关行业的工会刚刚成功争取到了 10% 的薪资涨幅及更优厚的住房补贴。随着产量的攀升，他们正致力于推动行业标准的进一步提高。而在尼日利亚，工会领袖采取了更具战略眼光的举措，他们将员工奖金与本土采购目标挂钩，倒逼汽车制造商增加对本地钢铁、橡胶和织物的使用，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管理层通过本地化采购降低了物流成本，而工人则获得了更稳固的就业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非洲正在向世界证明，所谓的先进制造业并不一定意味着用冷冰冰的机器取代人类，它同样可以被定义为将普通工人培养成问题解决者和创新者的过程。每一个学会安装太阳能板或能独立排除发电机故障的新员工，都是这幅宏大工业蓝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当传统的行业巨头们意识到这一趋势并转身追赶时，压力便来到了特斯拉这边。面对这种以人为本的制造新模式，特斯拉深知必须迅速做出回应。那么特斯拉究竟将如何反击？尽管特斯拉在过往的发展历程中不乏竞争对手，但此次面临的冲击却是史无前例的。
随着津巴布韦发明家麦克斯韦尔·千松成功研发出自动充电电动汽车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硅谷科技圈都为此感到了极度的震撼与不安。Kumbutso, a 44-year-old man, a resident of Juarez, Harare. 一则关于自由能源汽车的视频以燎原之势迅速传播，在短短数天内便吸引了数百万次的在线浏览。尽管全球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对视频中宣称的科学原理普遍表示怀疑，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这种行驶过程中无需外部充电的车辆概念，听起来更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正在迅速捕获公众的想象力与关注。这无疑给特斯拉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冲击。我们需要明确一点，特斯拉的整个商业模式根植于其庞大的充电基础设施，公司为此投入了超过100亿美元建设超级充电站，研发家用充电方案及专有电池技术。然而，一旦消费者普遍相信汽车不再需要频繁充电，那么特斯拉原本引以为傲、耗资巨大的充电网络将从核心优势转变为沉重包袱。即便自充电电动汽车的设想只有部分属实，也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其充电网络存在的价值。埃隆·马斯克虽然并未公开表现出惊慌失措，但他对环境无线充电技术，尤其是在移动车辆上实现有效供电的可行性，始终持怀疑态度。他曾多次强调，能量不可能凭空产生，这句基于基本物理定律的论断，至今仍是其核心观点。物理法则依然生效，能量守恒是其核心。因此，当所谓的奇卡莫奇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时，特斯拉官方保持了沉默，既没有发表声明，也未公开驳斥。然而，在幕后，其应对行动却异常迅速。据透露，马斯克亲自责成特斯拉的顶尖工程师团队对相关视频片段进行深入分析，旨在评估现有技术是否能解释视频中呈现的现象。电池、太阳能以及能量回收部门的专家们也被要求投入调查，即使这一概念在初期看来颇为牵强。与此同时，特斯拉正加速推进代号为红木的下一代重点项目。这款紧凑型跨界车预计于2025年中期在德州超级工厂投产。内部资料显示，其目标售价将低于3万美元，大约是当前入门级 Model 3价格的一半。面对自充电蓄势的市场热度，特斯拉的压力倍增，必须为红木融入更多功能，使其在用户体验上尽可能接近免插电的理念。工程师们正争分夺秒地研发集成太阳能车身、性能更卓越的再生制动系统以及全新的48伏特电气架构，旨在最大程度地降低能耗。尽管这些技术尚无法实现真正的免插电，但它们能帮助特斯拉在当下消费者对移动能源自主日益狂热的市场中保持其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早在自充电热潮兴起之前，特斯拉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已显现持续下滑的趋势。今年春季，特斯拉在欧洲的新车注册量占比一度跌破 1%， 连续4个月呈下降态势。而4月份全球季度销量同比骤降 13%， 创下了近3年来的最差表现。因此，当那段声称能自充电的视频疯传时，它不仅激起了公众的好奇心，更震撼了投资者。短短数日内，特斯拉股价应声暴跌，市值蒸发数十亿美元。分析师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不仅关乎自充电技术的真伪，更引发了对特斯拉未来能否维持其行业领先地位的深层忧虑。面对这项无论真假都在公众认知中占据上风的技术，特斯拉迅速启动了多方位的应对策略。其核心举措包括加速红木概念车的市场化进程，并辅以极具竞争力的定价策略。其逻辑在于，如果消费者无法获得梦想中的自动充电功能，一个高性价比的替代方案或许能有效吸引他们。此外，幕后还流传着特斯拉高管与非洲某实验室秘密接触的传闻，旨在验证所谓的鸡腿靴 Chicken Butso 设计究竟具备可扩展性，亦或仅仅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些秘密接洽被严格保密，以免外界察觉特斯拉正在暗中追逐其曾公开质疑甚至否定过的技术。在公司内部，一项名为无限计划 Project Infinity 的新项目已悄然启动。尽管名称宏大，其目标却相当务实，探索从行驶车辆中回收能量的各种可行途径。该团队正深入研究如何利用车辆悬架运动、轮胎压力变化乃至车身振动等多种方式回收能量。这些技术大多是现有能量回收系统的升级与拓展，其雄心在于期望能从这些来源中捕获足够电力，以满足车辆每日 15% 的能耗需求，从而在日常使用中大幅减少对外部充电的依赖。首批可运作原型计划于2027年问世。如果这项计划得以成功，它或许不会完全取代超级充电网络，但无疑将为特斯拉开辟全新的营销叙事，使其能够将自身定位为自给自足出行领域的先行者，而非仅仅是其传统充电基础设施的坚守者。然而，一个核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迄今为止尚未有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对所谓的鸡腿靴自充电车辆背后的科学原理进行过验证。
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明确指出，没有能量输入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运动。然而，公众的认知往往不受此限制，所有人都正拭目以待，等待相关的同行评审论文发布，以揭示这一现象的最终真相。Anyway, never me blabbering, let me hop onto the driver's seat and check what this car is all about. 一股势头强劲的趋势正迅速崛起。一旦足够多的消费者开始相信无需插电的驾驶模式成为可能，哪怕这目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整个汽车产业的格局都将面临颠覆性重构。对此，特斯拉的当务之急是加速行动，推出更具成本效益的车型，持续提升实际续航里程，并确保其品牌形象始终与大胆的创新理念画上等号，而非与繁琐的充电线缆关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斯拉曾是电动汽车浪潮的开创者，如今却要直面来自无需充电汽车的严峻挑战，一股新兴技术力量已然开始撼动汽车能源补给的现有体系。未来数月内，我们将看到分晓特斯拉能否成功适应这场颠覆性变革，亦或被这股新型革命浪潮远远抛在身后。尽管特斯拉的下一步棋或许依然会大胆激进，但同时另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性技术正悄然承诺着彻底重塑我们为汽车补充能量的方式。充电道路的兴起正悄然改变着我们对未来交通的想象。曾几何时，在汽车行驶途中为其充电的想法听起来如同科幻小说般遥远。然而，仅仅10年光景，这一概念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并展现出卓越的运行效能。其核心原理看似简单，但实现过程却蕴含着精妙设计。系统通过将连接电网的扁平铜线圈铺设在沥青路面下仅数厘米处，当电流通过时，这些线圈便能产生磁场。行驶中的车辆，其底部配备的特殊接收器能够高效捕捉并转化这些磁场能量，从而为车辆提供电力。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能量损耗并确保行人安全，这些地埋线圈并非持续通电，而是仅在搭载了相应充电设备的车辆驶过上方时才会被智能激活。这项创新技术被命名为动态电力道路系统 Dynamic Electric Road System。 而在这项前沿科技的研发与应用上，瑞典无疑走在了世界前列。在瑞典的哥特兰岛上，工程师们已成功铺设了一条长达 1.6 公里的示范性路段，被称为哥特兰智能道路。测试数据显示，一辆重达40吨的卡车能在这条路上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平稳行驶，并同时从路面实时获取高达100千瓦的电力供应。值得一提的是，即使面对北欧严酷的冰雪冬季，该系统依然能够保持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Wireless charging electric road system. They're out on the road right now filming our electric bus charging while driving. 全球交通电气化的浪潮中，动态无线充电道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概念走向现实。瑞典正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永久性感应式高速公路的建设。在现有成功案例的激励下，该国已着手电气化改造21公里的俄林高速公路路段，计划在2026年前实现货运车辆的通行。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瑞典雄心勃勃的计划在本10年结束前建成2000公里此类充电道路。意大利的步伐同样迅速且富有成效。在布雷西亚的 A-5 高速公路附近，工程师们打造了著名的未来竞技场 Arena del Futuro， 这是一个1公里长的测试环线。该路段以1兆瓦的强大功率供电，以成功为行驶中的菲亚特500轿车和 Iveco 电动巴士实现无线充电，传输效率更是高达 85% 以上，表现令人惊叹。菲亚特母公司 Stellantis 指出，这有力证明了长途卡车未来可以使用更小更轻的电池组，从而减少充电时间，降低车辆重量和成本。鉴于这些初期成果，意大利正积极考虑在现有高速公路段加装同类无线充电系统。目前正等待其通过第2个冬季测试的检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密歇根州则成为率先启用动态充电道路的地区。底特律科克镇区14街一段1/4英里长的路段，已于去年底成功安装了无线充电线圈。这项耗资近200万美元的开创性项目，凝聚了密歇根州政府、底特律市政府、福特公司、DTE 能源公司以及以色列科技企业 Electrian 等多方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福特意见 Transit 货车的测试结果显示，该系统在城市行驶速度下每小时能为车辆增加约20公里续航里程，这足以确保配送车辆在各个停靠点之间持续获得电量补充。官员们表示，在收集到更多性能数据后，试点范围将扩展至整1英里约1600米，但在此之前，该项目还需经受底特律严酷冬季的考验。尽管这项技术前景广阔，但其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高昂的建设成本。据估算，铺设1
公里感应充电道路的费用介于600万至2000万欧元之间，具体取决于道路的预期承载能力以及是否需要进行全面的基础设施重建。然而，各国政府之所以仍积极推进此项工程，自有其深远考量。重型卡车占据了公路运输碳排放的约1/4。若能将它们的电池体积减半，不仅能大幅增加载货量，还能为每辆车节省数万欧元。从长远来看，这将显著降低车队运营商的成本，使清洁运输更具市场竞争力。令人振奋的是，这项技术正以超乎预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在法国巴黎郊外的阿林高速公路已启动新的试点项目。德国的工程师们正将无线感应充电车道与法兰克福高速公路上已投入测试的架空电缆系统进行严谨的对比评估。与此同时，中国在武汉积极建设3公里长的公交车无线充电走廊，而以色列的 Electron 公司则致力于开发全路段充电的机场接驳路线。对于普通的日常驾驶者而言，动态充电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直接解决了电动汽车普及面临的2大核心痛点：高昂的购车成本和普遍存在的续航焦虑。如果道路能够满足车辆日常行驶中的部分充电需求，那么电动汽车将不再需要搭载笨重且昂贵的巨型电池组。对城市而言，动态充电意味着更清新的空气和更宁静的街道，因为它减少了对大量家用充电桩普及的依赖。而在乡村地区及货运路线上，动态充电技术将使运输电气化成为可能，无需在每个站点设立庞大的电池仓库，甚至在非洲等需要坚固耐用、自给自足型车辆的地区，将道路本身转化为能源源头，无疑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有批评者指出，目前该技术仅适用于配备特殊接收器的车辆，但这一门槛正在迅速消除。以色列 Electron 公司预计，随着量产的推进，接收器的单价有望在2年内降至$2000以下。动态充电并非只在一夜之间完全取代传统的插电式充电，电池技术也不会就此消失。然而，这项技术已不再停留在实验阶段，它正在全球范围内以切实有效的方式解决现实世界的交通和能源挑战。